Needle2 在树莓派5上离线解码到500 tokens SS， 端侧工具调用突然有了本地控制器的速度。它只有4500万参数，2进制约14 MB， 完整绘画峰值约28 MB 内存。先别急着把功劳全算给小模型，真正要回答的问题是，它怎么在这么小的设备上把工具调用跑快，还不让错误请求直接执行。Cactus Compute 发布的 Needle2 面向端侧工具调用、设备控制和结构化抽取，它主要把自然语言转换成带类型参数的函数调用，不是拿来聊天、写散文或回答开放式知识问题的通用助手。所以你手上的工具描述和 JSON Schema 反而更关键。到这里，端侧部署的硬约束已经摆在桌上了，下一步要看的是，它为什么从单轮函数调用开始砍能力？既然它是从单轮函数调用开始砍能力，先看这条路线具体怎么做。第一代 Needle 一开始就只做单轮函数调用，把用户表达匹配成工具、参数和 JSON。这条路线主动放弃了大量开放式知识，换来更短的执行路径，代价也很明确。多轮推理和复杂任务不会凭空出现，单轮边界说清了，再看离线语音动作就容易了。在 Index 1这类场景里，模型只需要把打开空调映射成一个已经给定的调用，不必理解完整世界。你可能会怀疑，这听起来像把问题改简单了，确实如此，但问题被限定的越清楚，体积、速度和执行风险才越容易控制。到这儿，Needle2 的任务边界已经清楚了，现在跨到第3步，看它交付的到底是不是一个模型。它给出的不是还要另装推理框架的全制包，而是约14 MB 的单一 C++ 2进制，完整绘画峰值约28 MB 内存，官方还称它能运行在带外部 RAM 的 MCU 类硬件上。真正的交付单位不是4500万参数，而是模型加引擎的一体化执行站。Needle2 把模型、字节集、语法编译器、工具检索和 CPU 内核放进同一套运行路径，输出只能沿着可行的工具调用往前走。说白了，模型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语法和工具列表先把不能走的路挡住，工具列表挡住不能走的路，也就把计算预算提前锁住了。CQ2B 的不是发布后才套上的压缩壳，资料称 Needle2 从预训练到后训练都针对 Cactus Quants 设计，全值、激活值和 KV 缓存统一采用 2B 的，运行时 2B 的权重不会先完整解压进内存，而是在向量寄存器里展开，再用整数点击完成计算。固定计算预算还不够，内存也得固定下来。Needle2 把 KV 缓存上限锁在256 token， 并用滑动窗口和 KV Sync 保留系统提示与工具声明。新的请求进入窗口，旧的对话内容就会被主动丢掉，所以绘画能稳定在约28 MB， 但超长对话的完整前文也保不住。256 token 就是边界，这道边界落地后，既看指标收益，也看端侧执行站会怎么坏。先看工具调用能力，在 BFCL V4 上 Needle2 的成绩是 42.6%。 再看更通用的端侧设备交互与工具任务， Apple FM 是 Apple 面向端侧设备的基础模型，成绩是 61.7%。 Apple FM 是 Apple 面向端侧设备的基础模型，用来处理更通用的设备交互与工具任务。这个差距说明 Needle2 不是通用工具调用的全面替代，需要开放知识和复杂工具链时，低质信度就该空调用追问，或者升级到云端。 BFM CL 已经暴露了泛化边界，回到端侧路径，工具数量本身也被限制了。工具超过5个时， Needle2 先做检索，只把 Top of F 候选交给模型。Top of F 不是另一个模型，而是从全部工具里先筛出的5个候选调用。模型不必把整套工具清单都塞进上下文，别以为小模型要硬记所有工具。先砍空间，这里省算力靠约束，不只是把模型做小。检索先把工具数量压住，语法约束再把输出空间压住，结果必须符合工具 schema 时，字节集语法编译器会提前排除不可能的词表分支。官方称它最多能跳过 98% 的词表投影。
模型不用反复计算，不可能组成合法 JSON 的候选。98%的投影被跳过，才是速度账上的另一笔。路径限制已经解释了部分收益，现在把单 token 计算量放到同一张账上。Needle 2每个 token 约需70 mFLOP， LFM 2.5 是460， Function Gamma 是540， Apple FM 约6000。Function Gamma 是 Google 面向工具调用的轻量模型，用来把自然语言转成设备或应用动作。Apple FM 则把更大的通用能力带进端侧。所以这里省下来的不只是 CQ2bit 那一次压缩，而是模型检索、语法和内存一起封顶。检索、语法、内存封顶后，低计算量不等于全赢。再看设备分数，在 Mobile Actions 上 NATO2 是 63.7%， LFM 是 69.1%， Function Gamma 是 64%， Apple FM 是 57.6%。它低于 LFM 的 69.1%， 略低于 Function Gamma 的 64%， 但高于 Apple FM 的 57.6%。端侧动作接近竞品，开放式工具调用仍然不是它的主场。分数把适用范围框住了，社区反馈也集中在这个范围里。不少开发者认可它做自然语言命令解析器，或者做浏览器端工具前端。另一边对复杂任务能力和开箱表现仍有分歧，整体更像好用的控制入口，不像小号通用模型。这是用户侧的聚合反应，不是官方数据，样本有限，不能拿来替代基准测试。这区的判断还没有把开箱风险消掉，跨到落地这一步，先验证引擎和 schema。 这套方案的落地链路并不短，先准备 Python 环境，首次运行会从 Hugging Face 获取引擎，用 Extract 功能时，还要补上 Pydantic。README 里的 Medium Thermostat 示例有人遇到过 Token Budget Exhausted， 另有少量反馈认为模型开箱即用时表现不理想。相关反馈只有1条和2条讨论，样本很少，不足以证明问题普遍，但预算和 schema 仍该先在你的任务上验。如果你的任务有明确工具和 JSON schema、离线语音、票据自断抽取、设备路由都值得试 Nadia Mistake。 如果手上是长上下文、世界知识或者需要理解开放式 API， 就别把它当主模型。低端设备和合规场景会更在意本地运行，约 28MB 内存和不依赖推理式网络，复杂任务团队则要保留云端升级通道。这不是一套模型包打天下，而是一套把任务先分流的入口。任务分叉之后，最后只按4条硬条件做决定。第一，确认设备能接受约 14MB 二进制和约 28MB 绘画内存。第二，把工具调用放进 Top 5检索路径。第三，给256 token 窗口留出余量。第四，低质信度必须接空调用、追问或云端升级。需要开放聊天和世界知识的团队直接别选 NATO2。 回到开场那个问题，答案是它靠受约束可拒绝固定内存的执行站，把端侧工具调用跑成了500 tokens S， 而不是只靠把模型缩到4500万参数。